很多人知道李煜是從一句“問君能有幾多愁”開始的，他確實是個悲劇人物，人稱千古词帝，是南唐後主，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亡國之君之一。後世提起他，常常會把事情說得很簡單，這個人不懂政治，只會風花雪月，所以把國家弄丟了。那麼真實的歷史是這樣的嗎？我們先來看看當時的情況。李煜繼位的時候，南唐早已不是李昺建國時那個橫跨江淮的強國，江北丟了，淮南割了，皇帝的名號也去掉了。北邊的後周剛把南唐打得元氣大傷，後周之後又出現了更穩定、更有統一意志的宋朝。也就是說，李煜接手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，而是一座還很華麗，但地基已經裂開的宮殿。他的鄰居前處主動向宋朝称臣，避諱改名，後來乾脆把吳越10余州数十萬戶土地人口全部獻給宋朝。從個人尊嚴上說，這當然不好看，但從結果看，吳越沒有經歷南唐那樣的長期圍城，也沒有在江南腹地打出一場滅國大戰，於是問題就來了。同樣是向宋朝低頭，為什麼前處能用獻土換來一個相對平穩的結局，李煜卻還是被趙匡胤發兵圍了金陵？今天我們就從南唐的來歷開始，從頭說起。南唐這個政權打着唐的旗號，君主也姓李，乍一聽確實好像是唐朝的延續，但它的根子其實是淮南节度使楊行密留下來的家底。唐朝末年天下大亂，楊行密占據淮南，成為一方強藩。杨行密死後，兒子楊渥接班，但很快被权臣徐溫控制。後來徐溫的养子徐之誥逐漸掌握大權。到了公元937年，徐之誥廢掉杨吴末主杨溥，自立為帝，國號再開始定為齊。這一步和五代時期許多改朝換代沒有太大區別，權臣控制舊主，時機成熟，直接取而代之。但徐之誥很快發現，國號叫齊，總是差點意思。江南人心裡對唐朝仍有記憶，不遠處的五代中原政權也一直為誰是正統鬥個不停。於是2年之後，也就是公元939年，徐之誥自稱是唐憲宗之子，建王李克的4世孫，恢復李姓，改名李昺，把國號改成唐。關於他到底是不是正宗的唐朝後裔，已經無據可考。可以確定的是，徐溫收留他時，他是個父母早亡的孤兒，這就是南唐。所以南唐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很特殊的政治包袱，他必須證明自己不是普通割据政權，而是唐朝餘脈在江南建立的正統朝廷。這個包袱很有用，它可以招攬士人，可以安撫民心，也能讓江南百姓在亂世中相信自己不是被某個軍閥隨便統治，而是在延續一個熟悉的王朝名號。但這個包袱也很危險，因為一旦北方出現一個真正有能力統一天下的政權，南唐這個唐字就會變得格外扎眼。李昺本人比較謹慎，他知道南唐雖然富庶，但中原亂局沒有結束，貿然北上未必有好結果，所以他在位時大體採取休養生息的策略，對外少打大仗，對內積累財富。江南商業、農業和文化都在這一時期得到恢復。如果南唐一直保持這種節奏，或許還能多活一段時間。問題出在第2代國主李璟身上。李璟也是一個很有文化氣質的人，他能寫詞，喜歡結交文人墨客，身邊有馮延巳、韓熙載這樣的人物。南唐宮廷的文化氣息在5代10國裡非常突出，可文化气息再濃，也遮不住一個現實問題。李璟並不安於現狀，一直想把南唐做大。當時南唐的周邊，閩國和楚國都陷入內亂。閩國在福建一帶，王氏兄弟父子互相殘殺，政權碎成幾塊。楚國在湖南一帶，馬氏諸子爭位，潭州、朗州、衡州之間互不服氣。李璟看到機會，於是派兵南下。從結果看，南唐確實打下了不少地方。公元945年前後，南唐趁閩國的內亂攻入建州，基本結束了閩國的主體政權。後來又在楚國的內亂時進入潭州，一度接收湖南。這聽起來很威風，但麻煩也從這裡開始。
福建的情況是山多路遠，地方勢力複雜，南唐軍隊打進去容易，真正治理並不容易。湖南也是如此，南唐打掉了馬氏政權，卻沒有能力迅速消化當地豪強周行逢、劉演等地方勢力，很快又重新做大。南唐看上去確實擴張了版圖，但實際只是虛胖，因為他得到的是一堆需要駐軍、需要糧饷、需要長期安撫的新地盤。更要命的是，此時的吳越也在虎視眈眈。民國內亂時，吳越王錢弘佐曾經出兵救援，並趁機拿到福州等利益。南唐想向東南擴張，吳越當然不會舒服。兩個南方政權之間不是沒有摩擦，只是他們都清楚，一旦打得太狠，最後便宜的還是北方強權。李璟的擴張讓南唐在短時間內看起來很強，可這種強不是從制度、軍隊和財政裡長出來的，而是趁鄰居內亂撿來的。一個政權如果撿來的地盤太多，自己又沒有足夠的治理能力，就會很快被這些地盤反過來消耗。到後周世宗柴榮上台時，南唐的問題終於被北方看見了。柴榮我們之前的節目也介紹過，在他眼中，南唐是必須處理的對象，原因並不複雜。南唐佔據江淮，尤其是淮南一帶，距離後周都城開封並不算遠。如果南唐一直控制江北，後周向南統一就永遠不踏實。更何況南唐還叫唐，從名義上說，它一直保留着和中原争正統的可能。公元955年，後周開始大規模進攻南唐，這一仗不是一下打完的。柴榮先攻淮南，後周軍隊從壽州、亳州、泗州等地不斷推進，南唐在江北的防線很快吃緊。南唐方面當然進行了抵抗，比如駐守在壽州的劉仁善就抵抗得非常頑強。壽州城被圍很久，城中糧盡，士兵百姓都陷入極端困難。劉仁善仍没有輕易投降，但個人的堅守擋不住整體形勢。後周軍隊的組織能力和進攻節奏明顯強過南唐。柴榮不只是打城池，同時還瓦解南唐的江北體系。淮南一旦撐不住，金陵就失去了北面屏障。到了公元958年，李璟被迫向後周求和，南唐割讓長江以北14州，去掉皇帝稱號，改稱國主，奉後周為正統。這件事對南唐的打擊非常大。第一，南唐從此失去江北，江北是金陵的前沿，也是南唐北上和防禦的緩衝區。江北一丟，長江就成了最後一道防線。第二，南唐去掉皇帝稱號，從自稱唐朝正統的政權，到被迫承認自己只是一個地方國主，接受這種落差需要一顆強大的心臟。第三，南唐從戰略主動變成了被動等待。以前他還可以趁明、楚內亂出兵，到了這時，他已經很難再主動改變天下格局，只能看北方什麼時候騰出手來，裁決自己的命運。李璟晚年時意識到金陵已經不安全，他一度把都城遷往洪州，也就是今天江西南昌一帶。可遷都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。公元961年，李璟去世，由25歲的李煜繼位。李煜並不是李璟眼中最理想的繼承人，他能夠繼承王位，只能說是一種宿命。換句話說，是撿了南唐內鬥的落地桃子。李璟一開始立長子李弘濟為太子，但李弘濟性格強悍，政治野心明顯。失望的李璟又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弟弟李景遂。李弘濟毒殺了叔叔李景遂，自己也在不久後詭異的病死。对於他的死因沒有確切定論，只知道這一連串變故之後，傷心的李璟把最不想當國主的六子李煜推到了台前。史書和後世筆記裡都喜歡寫李煜的相貌和才情，說他一目重瞳，額廣豐頰，神采出眾，寫他的書法和音律，寫他和大小周後的宮廷生活。這裡面有真實成分，也有後世對亡國詞人的想象。但不管怎麼說，李煜繼位時面臨的首要任務絕不是寫詞，而是如何生存下去。因為這時中原那邊的王朝已經換了主人。公元960年，趙匡胤陳橋兵變上台後，第一件大事不是立刻南下，而是先穩住內部，再逐步處理周邊割据勢力。趙匡胤的統一路線很清楚，先南後北，先易後難。
北方的契丹和北漢咬合在一起，硬碰硬代價太大。相比之下，南方各国相对富庶，但军事力量分散，而且多数政权已經習慣了向中原称臣。宋朝只要一步一步推進，就能把他們逐個拆開。金胡被平定，后蜀被滅，南漢被滅，南唐也遲早不能幸免。李煜當然看得見這種趨勢，所以他繼位後對宋朝的態度非常謹慎。他奉宋朝年號，按時進貢，上表稱臣，盡量不在名義上刺激趙匡胤。如果只看外交姿態，李煜做的並不差。他沒有像後晉石崇贵那樣突然和契丹翻臉，也沒有像北漢劉崇那樣硬要拉着契丹南下。他知道南唐打不過宋朝，所以盡量用錢帛、禮儀和低姿態換時間。這就和吳越的錢俶很像。錢俶在趙匡胤建立宋朝後，為了表達臣服，連自己的名字都改了。這個動作很小，但政治信號非常清楚。我承認你是天下之主，也願意按你的規矩來。從這點看，李煜和錢俶都不是硬骨頭。可細看兩人此時的處境，其實完全不同。吳越面積較小，核心在兩浙一帶，他長期以保境安民為策略，對中原政權態度一貫恭順。前世幾代國主很少公開和北方爭正統，也沒有拿唐朝延續這種名號來包裝自己。中原強，吳越就臣服；中原亂，吳越就自保。南唐不一樣，南唐曾經稱帝，曾經佔據江淮，曾經在南方諸國中最有文化和經濟優勢。他的國號就是唐，即使後來去掉帝號，宋朝也很難把它當成一個普通藩鎮。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差別，吳越可以成為宋朝進攻南唐的幫手，南唐卻只能成為宋朝統一江南的障礙。宋朝要滅南唐時，吳越可以從東南方向配合。錢俶的價值是給宋朝減少阻力，李煜的存在則是讓宋朝無法完成江南統一。所以李煜的稱臣最多只能拖延時間，很難換來真正的安全。這一點趙匡胤未必一開始就急着攤牌，因為宋朝建立初期還有很多事情要做。趙匡胤需要處理後周舊臣，需要削弱武將，需要平定金胡、後蜀、南漢，需要讓新王朝看起來比五代那些短命政權更穩定。李煜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裡繼續維持南唐的日子。他修書、禮佛、宴飲、填詞，也處理政務。南唐宮廷裡還有一批文臣武將，比如徐鉉、陳橋、林仁兆等人。單從人才看，南唐並不是完全空殼。其中最值得一說的是林仁兆。林仁兆是南唐後期少有的強將，長期鎮守江防。南唐失去江北後，長江防線成了生命線。會不會守江，能不能防住渡口，直接關係到金陵能不能撐下去。關於林仁兆之死，後世有一段很出名的反間故事。據一些宋人材料記載，趙匡胤知道林仁兆善戰，擔心南唐倚重他守江，於是設法離間。他故意讓南唐使者看見林仁兆的畫像，暗示他已經暗中歸宋。消息傳回南唐後，李煜果然起疑，最後導致林仁兆被害。這段故事細節未必全部可靠，反間記在史書裡常常被寫得很戲劇化，後人也容易把複雜的人事鬥爭壓縮成一個漂亮橋段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南唐後期確實缺少能夠獨當一面的軍事人物。林仁兆之死，無論是病死、被纏還是被殺，都使南唐少了一根重要的柱子。這件事也能看出李煜的困境，他不是沒有大臣，也不是不知道要防宋，但亡國前的政權往往有一個共同問題，越到危急時刻，越難信任真正能打的人。武将如果太弱，守不住國家；武将如果太強，君主又害怕他控制兵权。五代十國幾十年裡，皇帝被武将推翻的例子太多，李煜不可能沒有心理陰影。趙匡胤本人就是靠兵变上位的。南唐君臣看着北方这個例子，怎麼可能完全放心把國防托付給某個強將？這不是李煜一個人的性格問題，而是五代政治環境留下的後遺症。到了公元974年，宋朝終於對南唐動手，導火索是李煜不肯入朝。趙匡胤多次要求李煜親自到開封朝見，對宋朝來說，這是臣服的最終確認。南方國主只要進入開封，生死去留就不再由自己決定。
李煜當然明白這一點，所以反覆稱病推辭。從李煜角度看，不去開封是保命；從趙匡胤角度看，不來朝見那就是不服。既然雙方都能給自己的行為找到理由，戰爭也就不遠了。宋朝出兵南唐時，主帥是曹彬、潘美等将領同行。曹彬这個人在宋初将領裡很有特點，他能打仗，但不嗜殺。趙匡胤選擇他做主帥，本身就說明宋朝想要的不只是攻城，而是完整接收江南。如果把江南打爛，宋朝當然也能滅南唐，但接下來治理成本会很高。江南富庶，人口密集，倉儲、賦稅、手工業和文化資源都很重要。趙匡胤需要的是一個能交稅、能供糧、能維持秩序的江南，而不是一片被屠城嚇壞的廢墟。所以宋軍南下並不是簡單的一路燒殺，他的打法很實際，沿江推進，奪取要點，壓縮南唐防線，同時讓吳越配合牽制。吳越王錢俶此時站在宋朝一邊，這對李煜打擊很大。昔日同為南方割据政權的鄰居，現在變成了北方統一戰爭裡的配角。這就是小國在大事面前的殘酷之處。現實並不像影視劇中那樣美好。身為吳越之主，錢俶肯定是不願意看着南唐被滅的，因為南唐一亡，下一個被處理的毫無疑問就是吳越。但如果他不配合宋朝，吳越可能提前成為被處理的對象。所以站在錢俶的位置，他也没有什麼選擇。宋軍進攻南唐的關鍵是渡江，南唐最大的心理依靠就是長江天險。失去江北之後，金陵還在，江水還在，只要守住渡口，宋軍騎兵和步兵再強，也不能直接飛過長江。可天險從來不是絕對的，它需要水軍、軍紀、情報、將領和後勤一起配合。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出問題，天險就會變成一條可以被工程和組織能力克服的河。宋軍在采石一帶架設浮橋，組織大軍渡江。這件事對南唐震動很大，因為長江防線一旦被突破，金陵就從國都變成了孤城。南唐之前還能把戰爭想象成守江，現在只能面对守城。守江和守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守江可以依靠空間，守城只能消耗時間。只要宋軍圍住金陵，南唐的糧食、士氣和外交餘地就會一天天減少。李煜在戰爭中也並非什麼都沒做，他派兵抵抗，派使者求和，也讓徐鉉等人去開封爭取條件。徐鉉是南唐名臣，文章和口才都很好。南唐到了最後時刻，還想用外交語言保住一點空間。徐鉉到宋廷後，試圖說明南唐已經稱臣，並沒有公開反叛，宋朝不應該窮追不捨。這個邏輯從南唐角度說得通，可趙匡胤要的是統一，不是辯論勝負。後世常用趙匡胤的一句話拿來解釋這件事：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酣睡。這句話未必一定是當場原話，但它表達的意思很準確。宋朝既然已經平定京胡、後蜀、南漢，就不可能長期容忍江南還有一個人口眾多、文化發達、名義上仍叫唐的政權。称臣可以，但是你的唐不能存在，這是李煜最後無法繞開的地方。公元975年冬，金陵城破，李煜出降，南唐滅亡。後世讀到這裡，常常會把注意力放在李煜最後的姿態上，比如他寫最是倉皇辭廟日，比如教坊還在奏樂，工人還在哭泣。這個畫面太有文學性，容易讓人忘記他背後的政治現實。李煜不是一個人在亡國，南唐的滅亡牽動的是整個江南秩序的轉換。原來南唐的官員要接受宋朝安排，原來南唐的軍隊要被收編或解散，原來直接向南唐交稅的州县要換成向宋朝交稅。金陵城裡那些普通人，第二天醒來，旗幟換了，年號換了，管他们的人也換了，這才是亡國的實際含義。李煜被帶到開封後，宋朝給了他一個封號，叫違命侯。這個封號非常難堪，它不是普通的安置稱號，而是在提醒所有人，你不是主動歸順的賢主，你是違抗天命之後被扶來的亡國之君。趙匡胤對李煜沒有立刻下殺手，原因也很現實，南唐剛亡，江南需要安定，殺掉李煜可能刺激舊臣和百姓情緒。
留着它給一個虛爵，既能顯示宋朝寬大，也能讓江南舊人看見投降之後仍有活路。這和趙匡胤處理後周右主柴宗訓的方式有相通之處。趙匡胤奪取後周政權後，也沒有殺掉柴宗訓，而是給了安置。宋初需要建立一種新形象，他不是五代那種一上台就血洗前朝的短命政權。可李煜在開封的生活並不等於安全。亡國之君最難受的地方在於，他活着本身就有政治意味，只要他還活着，江南舊臣舊民就有一個可以懷念的對象。只要他寫詞，詞裡出現故國、春花秋月、雕欄玉砌，讀者就會自然把他和南唐聯繫在一起。這對宋朝來說未必是立刻的威脅，但一定是不舒服的存在。趙匡胤去世後，趙光義即位，也就是宋太宗。宋朝权力核心發生变化，李煜的處境也隨之改变。公元978年七夕前後，李煜死在開封，年僅42歲。李煜死得很突然，可以確定的是，他死前所寫的詞已經讓宋廷感到不安，尤其是《虞美人》一類作品，把故國之思寫得太直。一個被俘的亡國之君，如果天天只是像蜀後主那樣吃飯睡覺，宋廷完全可以把他当成陳列品。可一旦他的文字傳出去，南唐就地的人讀到，事情就不再只是個人感傷，文學在這裡變成了政治。李煜生前守不住南唐，死後卻用作品保住了南唐的記憶，這也是他和錢俶最大的不同。錢俶的結局看上去更體面一些，他在公元978年納土歸宋，吳越政權和平結束，錢氏宗族得到安置，吳越就地，沒有經歷南唐那種圍城大戰。後來杭州一帶仍然留下很多關於錢氏的記憶，百姓修塔建祠，感念錢氏保境安民。但從政治上說，錢俶也沒有真正保住自己的国家，他保住的是宗族安全和地方相对平穩，失去的是獨立政权。李煜則相反，他試圖用谶臣和進貢保住南唐這個殼，結果殼沒有保住，自己也成了俘虜。可他留下的詞讓後世記住了一個具體的人，記住了一個亡國時刻的聲音。所以如果問錢俶和李煜誰更聰明，這個問題其實不太好回答。錢俶的聰明是順着形勢走，他把損失提前承認，用主動獻土換取較小的衝擊。李煜的問題是想在稱臣和獨立之間找一條縫，他承認宋朝是老大，但又想保留南唐實際存在。這條縫在五代亂世裡也許能存在，因為北方政權更替太快，今天稱臣，明天對方可能就沒了。吴越和南唐前幾十年能活下來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中原一直在換主人。但宋朝不一樣，趙匡胤建立宋朝後，最核心的目標就是結束五代以來兵强馬壯者為天子的循環。他削弱节度使，收攏兵權，建立更穩定的中央財政和軍隊體系。這樣的政權一旦形成，就不會滿足於名義上的臣服。他要的是戶籍、賦稅、軍隊、城池和道路都歸中央。南唐可以稱臣，但只要他還擁有獨立軍隊和精靈朝廷，宋朝就不會真正放心。這就是李煜的死局。把這三點放在一起看，李煜的悲劇就清楚了。第一，他繼位太晚。南唐最關鍵的江北屏障在李景時期已經丟給後周，等李煜上台，南唐已經被壓縮到長江以南。第二，他面對的對手太穩。趙匡胤不是朱溫那種暴烈君主，也不是后晉、後漢那種短命政權。他有統一規劃，也有相对克制的執行方式。越是這種對手，越難靠拖延和禮物輕易打發。第三，南唐的名號太重，他叫唐，曾經稱帝，又佔據江南富庶之地。宋朝要證明自己結束亂世，就不能讓這樣一個政權長期存在。再回頭看錢俶，就能看得更明白。五越錢氏從錢鎏開始就把姿態放得很低。朱溫來了，他承認後梁；後唐來了，他尊重後唐、後晉、後漢、後周。宋朝依次更替，吳越都盡量不去挑戰中原正統。這個策略說起來不好聽，卻非常穩定。前四幾代人還有一個共同點，他們把地方工程和民生經營得不錯。杭州、明州、越州一帶水利，寺院
城市建設都有積累，靈隱寺的重修擴建，錢塘江海棠的修治，都是錢氏在地方記憶中留下痕跡的原因。所以錢處獻土時，吳越百姓未必願意看到錢氏失去王位。李煜没有這樣的緩衝，南唐的文化太耀眼，金陵太重要，李煜本人也太容易被後世記住。可對宋朝來說，這些都不是保命符，反而讓南唐更像必須收進版圖裡的最後拼圖。滅後蜀，宋朝得到四川；滅南漢，宋朝得到嶺南；滅南唐，宋朝得到江南核心；吳越納土，宋朝得到兩浙。到這一步，南方基本歸於宋朝，剩下的北漢後來也被宋太宗滅掉。五代十國70多年的割據局面終於結束。從統一敘事看，這是歷史進程；從李煜個人看，這是不可承受的命運；從江南百姓看，可能又是另一筆賬。戰爭結束後，江南納入宋朝體系，賦稅、科舉、文化和商業逐漸進入新的階段。南唐亡了，但江南沒有亡。金陵失去了國都地位，杭州、蘇州、揚州等城市仍繼續發展。到了北宋中後期，江南經濟文化在全國地位越來越重要，這也是歷史最複雜的地方。一個政權的滅亡，對君主是終局，對百姓卻未必是終局。生活還要繼續，今天掛南唐旗，明天掛宋旗，只要不被戰爭毀掉，他們總要在新的秩序裡活下去。錢處看懂了這一點，所以他選擇把王位交出去。李煜也許也看懂了一部分，所以他不斷稱臣求和，不敢真正和宋朝撕破臉，但他沒有像錢處那樣提前把國家交出去。或者說，南唐的體量、名號和歷史包袱也讓他很難輕易這麼做。南唐不是吳越，吳越可以說我本來就是保一方平安的地方政權，南唐卻很難說我這個唐只是掛個牌子。這就是南唐比吳越更難下台的地方。李煜後來最打動人的詞，幾乎都來自這種下不了台的痛苦。過去的宮殿還在腦子裡，舊日的音樂還在耳邊，可現實身份已經變成俘虜。一個人如果從來沒有擁有過，失去時未必這麼痛。李煜偏偏擁有過，而且擁有的是金陵宮城、3000里山河，一個叫唐的國號。所以他的詞裡最鋒利的地方不是技巧，而是落差。從國主到違命侯，從江南宮殿到汴京宅院，從唐國主到宋朝俘虜，這種落差後來被無數讀者讀成了人生無常，但放在當時，它首先是一場政治失敗的回聲。到這裡，我們也就能回答開頭的問題了。同樣向宋称臣，錢處為什麼能保住吳越百姓相對平穩？李煜為什麼保不住南唐？因為錢處承認的是結局，李煜爭取的是拖延。因為吳越的低姿態持續了幾代人，南唐的唐字卻始終背着正統包袱。因為宋朝要的不是朝貢，而是統一。在這種局面下，李煜的才華救不了南唐，錢處的順從也救不了吳越國號。唯一不同的是，錢處把亡國變成了交接，李煜把亡國變成了圍城。歷史翻到這裡，5代10國的血腥氣慢慢散去，宋朝的秩序開始成型。只是那個坐在汴京小院裡回望江南的人，已經再也回不去了。正是江南舊主辭宮闕，吳越歸藩入汴梁。一人獻土留生路，一人填詞斷故鄉。